当我们提起第5代战机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马上想到 F-22猛禽、F-35闪电2、苏57？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KF-X 猎鹰。韩国自制的首架 KF-X 原型机已亮相。知名商业杂志《福布斯》指出，虽然该机型的战力不如美制的 F-35，但其价格相对便宜。机敏技术转移规定较美国宽松等优点，可能吸引众多东南亚国家，性价比可能比 F-35要强。虽然 KF-X 战机目前仅能外挂武器，逆踪能力不如美制 F-22、F-35第5代机，其自制的航电系统或许也比不上经验老道的欧美公司，但以此换来的多项优点却是 F-35无法比拟的。由于采用传统武装外挂设计，以及 FA-18EF 超级大黄蜂同系列的 GE-F414 发动机， KF-X 得以大幅降低计划风险和成本。南韩航天工业先前指出， KF-X 单机价格可望定为6500万美元，低于 F-35目前的8000至 1.1 亿美元，而且后续维护成本更低。虽然发动机仍由美国供应，但 KF-X 的任务管理系统、主动电子扫描阵列、雷达等关键航电系统却都由韩国自主或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，且韩国在武器出口上经常愿意提供技术转移，代表原先因技术保密问题而无法获得美国先进战机的国家，有更高几率拿到 KF-X 的出口许可。另外 ，KF-X 的研发进度超前欧洲、日本、印度、土耳其等国的逆踪战机计划。尽管其定位与战力相差甚大，但对于买不到 F-35的国家，也可能先采购 KF-X 作为过渡机种。好了，我们熟悉的张三出场了。张三问：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 KF-21 猎鹰战斗机项目始于2016年启动，由韩国主导、印尼参与研发投资的 KF-X 及 IF-X 战斗机研发项目，目标是作为韩国与印尼空军将采用的多用途战斗机。2021年4月 ，KF-X 项目首架原型机出厂，并被正式命名为 KF-21 猎鹰。该机地面测试后，预计于2022年进行首飞，项目表定于2026年完成全部研发工作。韩国空军预计至2032年底将部署120架 KF-21 猎鹰，印尼空军则计划预定50架量产机。张三又问：聊聊 KFC 的前世今生吧。张同学注意啊，不是 KFC， 是 KF-X。KF-X 计划在韩国也被称为鹰，为韩国空军士官学校的象征物。该项目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 IF-X。该款战斗机在印尼的服役后代号将为 F-33。2001年3月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韩国空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宣布，将进行 KF-X 先进多用途战机的研发计划。该计划的目标是生产一种现代化战机，以取代韩军老旧的 F-4与 F-5战机。该计划的研发方向是在2002年的联合参谋本部会议上被确定。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对此发布了一项报告，指出该计划的技术门槛过高，并对韩国是否有能力完成此项计划表示怀疑。KF-X 计划的开发阶段并不顺利，许多项目都发生了延误与推迟的状况。自行研发战机的高成本也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批评。但在2008年的可行性研究与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后，该计划又重新受到了关注。虽然 KF-X 计划存在风险，且成本将比外购高上不少，但韩方仍认为该机对国内国防工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，并认为该计划能大幅提升韩国的产业技术与相关能力。2010年7月15日，韩国与印尼签订 KF-X 合作协议。根据该协议的内容，印尼政府将为该计划提供20%的研发资金，并采购50架 KF-X 战机。印尼航太也将透过工业技术合作，计划获得一部分的技术。土耳其也曾考虑与韩国签订合作协议，但韩方无法接受土方开出的条件，最终韩国政府将承担 KF-X 计划总支出的60%，20%由印尼政府支付，其余20%将由合作公司承担。韩国航空宇宙产业赢得了生产该战机的合约，并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，以获得技术上的支持。截至2021年，该项目总经费为18.6万亿韩元。其中研发经费达8.6万亿韩元。根据该合约的内容，韩国航空宇宙产业需要于2026年开始向客户交付战机。
KF-X 战斗机的研发项目是韩国继 FA-50之后第2个国造战机的研发计划。KF-X 计划最初的目标是研发一种配备双发动机的单座多用途战机，且其隐匿性能应超越标风战斗机与台风战斗机。建国大学武器系统概念开发及应用研究中心建议 ，KF-X 的性能应优于 F-16战斗机，其作战半径应增加 50%， 机体寿命增加 34%， 且配备更先进的航电设备，包括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、资料链系统与更先进的电子战系统。2019年韩国国际航太防务展上 ，KF-X 展示了1:1模型及配套座舱显示系统。2021年4月9日 ，KF-X 项目首架原型机举行下线仪式，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下线仪式，并将新型战机 KF-21命名为猎鹰。这个开篇我们已经聊过了。韩联社报道 ，KF-21从设计到制作均由韩国技术团队主导，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和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等均成功实现国产化。韩国防卫事业厅目前计划2022年7月首飞，2026年完成全部研发，从2032年起陆续装备部队。KF-21让韩国成为全球第13个成功研发国产战机的国家，以及第8个开发出先进超音速战机的国家。张三又问了，聊聊它的技术参数吧。成员1或2人，长度16.9米，翼展11.2米，高度4.7米，翼面积46.5平方米。空重11800公斤，总重1720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25400公斤。发动机2架 F414GE 400K 涡轮扇发动机，每具发动机提供57.8千牛推力，使用后燃气时达到97.9千牛，最大航程2900公里，最大航速1.81马赫。武器最大有效载荷7.7吨，拥有10个武器挂架。可挂载空对地导弹金牛座 KEPD350 导弹，可挂载空对空导弹 AIM-9、IRIS-T、AIM-120 流星导弹。张三又问了，听说它的研发过程很波折，还有什么贪污问题？自2001年韩国政府宣布 KF-X 计划以来，该计划一直出现延期与延误的状况。韩国政府曾尝试吸引瑞典、土耳其与美国投资 KF-X 计划，但均告失败。在进行这些尝试时 ，KF-X 作战的需求也因潜在外国合作伙伴的需求而经常改变，导致该计划不断出现延误。2013年3月1日，朴槿惠当选大韩民国总统后，新任韩国政府因财政问题而将 KF-X 计划推迟18个月。2017年2月8日，印尼外交部副部长阿卜杜拉赫曼·穆罕默德法契向媒体表示，因美国政府拒绝出口4项 F-35的关键技术 ，KF-X 计划将进一步推迟。美国政府已经于2015年10月的会谈中表明了对输出的反对，但美国军方表示将就此类问题成立一个工作小组，并想办法继续进行合作开发。由于具有官方背景的印尼航太一直未支付研发资金，属于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的金正大议员于2017年11月1日表示，将进一步推迟甚至是终止 KF-X 计划。根据金委员的说法，印尼政府表示在支付资金方面有困难，且没有将该笔款项列入年度预算。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，正在与印尼方面进行谈判，且将会在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上讨论此问题。印尼政府表示，逾期支付款项是因为印尼方面误将预支付的款项划入国防预算当中，而修正此一错误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。该笔款项已经支付给韩国，并附带一份声明，希望此事件不会对整个开发计划的进度造成负面影响。同时，此项目还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表示，韩国不具备开发新型战机的技术，且向外国客户销售 KF-X 的可行性十分低，这会让韩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在该计划上。另外，该研究所也对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提出的计划成本估算提出质疑。根据韩国防卫事业厅的估算 ，KF-X 计划开发成本将达到6万亿韩元，但国防分析研究所指出，该计划的成本可能高达8.5万亿韩元。国防研究员李柱亨的报告指出 ，KF-X 的全售期成本将会达到10万亿韩元，为外购机的2倍以上。据统计 ，KF-X 的单位造价将会是顶配 F-16的2倍。
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于2013年5月23日宣布，若韩国在 FX 先进战机专案的第3阶段采购计划中选择台风战斗机，则该公司将会向 KFX 计划提供2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。当韩国在 FX 先进战机专案中选择了 F-35战斗机后， EADS 再次向提议，若韩方愿意将 F-35A 的采购计划改为40架台风战斗机与20架 F-35A， 则上述投资计划仍成立。韩国最终于2017年9月确定购买40架 F-35战机，导致 EADS 撤资。张三问：什么是全售期？就是从研发到生产到服役的过程。好了，张三，你可以闭嘴了。KFX 以后的命运走向如何？韩国已经投入了18.6万亿韩元，会不会打水漂呢？还请大家多多关注它的动向。好了，本期对 KFX 猎鹰战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